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上节内容我们针对于斜波交易法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且也实现了策略的这个部分的功能啊。今天我们继续啊，因为我做这一类的这个开放类的视频啊，更多的目的是给大家这个入门举例啊，所以我会根据这个指标的这些信号来进行开仓、平仓啊、止损，包括止盈。这里面的逻辑它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啊，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啊去进行不同程度的这个开仓条件啊、止损条件的修改啊，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啊。另外就是这个指标路径的问题啊，因为有部分观众给我留言啊，我看到了，就是这个路径啊，如果你这个指标啊是从我上节视频分享的那个 MQL5 官网直接下载的，那么它的位置是在这个 MQL5 下的 Indicators 下的 Market 这个文件夹下，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如果你是这个因为一些网络原因啊，没有从官网下载，而是从我这个我的网盘上下载的，那么你可以直接把指标放在这个 Indicators 这个文件夹下啊，也就是这个根目录下啊。那么不管你是以哪一种方式获得的这个指标啊，一定要确保你使用这个 iCustom 来调用指标的时候啊，你的路径啊一定要与之匹配啊，否则的话EA 它是找不到指标的话，那么它加载就不成功啊。好，这是部分观众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好，那么在进行这个多空开仓之前，我们首先要获取这个 handle， 也就是我们这个指标巨饼的一些指标的值啊，因为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个 buy signal、sell signal 进行开多单和空单，包括它这里的第一止盈价位、第二止盈价位、第三止盈价位，还有它的止损啊，这都是我们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获取到啊。那么首先就是调用我们的 copy buffer 方法来获取指标的值啊。第一个参数是指标的巨饼啊，这个巨饼我们在 on 以内的方法已经实例化了啊，必须要经过实例化，你才可以调用这个 copy buffer 啊。handle， 那么 index 为0的是我们的single buy， 也就是买单的信号。我们从哪里获取？从第一个获取啊，也就是这根 K 它的下标是0，我们从第一个也就代表着已经完全走完了啊，它的开高低收都已经确定之后的这一根开始进行获取啊。那么获取多少呢？我们获取1根就可以了啊。然后是我们的 single buy。然后 single sell 也是同样的啊，只不过 sell 它的 index 是1，然后这是2的话是我们的止损，第三个也就是第4个的话是我们的第一目标价位，第2、第3。好，我们编译一下啊，没有异常。这就获取到了指标的值，获取到值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我们的做多信号，因为我们这里面只获取了1个啊，所以我这里的0，它代表的就是 bar index 为1的那根 K 线的 signal 啊。如果这个做多的 signal 呢，它不等于我们的空值的话啊，也就是它这里的进场价位它不是我们的这个空值的话，那么代表它是有这个信号的啊，有信号的。哦，它应该是这里啊，是这里啊，这里 buy intro sell intro， 但是对，应该是这里啊，0、1、2、3、4、5啊。但是在这个指标 MQL5 官网，它作者写的是这个 buy signal、sell signal 啊，它写的，反正我测下来感觉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使用了这个 buy intro 和 sell intro 啊。可能它指标写完之后，它的文档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啊，
所以可能会跟我们实际使用有一点偏差啊，不影响啊。如果做多信号不等于空值的话，就代表产生了做多信号。那么我们先把这里的全局变量进行一个更新 ，single by 做多的价格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做多的止损的话就是S20，后面是3个止盈价位 ，TP1、TP2，还有 TP3、TP1。OK， 编一下，没问题。好，先声明一个变量啊，因为我们这个止损类型的话，它有，我们这里给它定义了一个三个枚举类型啊。这里 TP 代表的就是判断一下，如果用户选择的 TP mode 是我们的 TP1 的话，TP1 的话，那么我们当前这笔持仓的止盈价位就是 TP1。其实这一部分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onInit 里边啊，我们放这也可以啊，放这便于大家理解啊。好，所有价位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 TradeLay 的 Buy 方法进行下单。首先，先给它一个初始手术。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加仓系数啊，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儿再补充一下它的逻辑啊，所以我这里先使用一个固定的手术来进行测试啊。Symbol， 然后 Current Buy， 进场价 Current SL Stop Loss， 我们的止损，然后是止盈，这就是多单的。多单这个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判断啊，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它这个结构啊，它形成这个结构之后，它有可能，就是会重复性的，就是这个指标它会重复性的发出这个 Sell Intro 啊，但是其实它代表的是同一个做单的价位啊，所以我们这里要进行一个判断，避免它重复性的进行开仓。这个逻辑之所以加这个逻辑是因为它这个指标的原因啊。好，我们看一下哪里出错了啊？多写了个等号啊。好，这是我们的做多啊，咱们做空也补充一下。做空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啊。Signal Sell 不等于空值，并且 Signal Sell 也不等于当前的 Sell 价。其余的都一样啊。好，那么我们测试一下啊。跑得太快了，这个是 market close 啊，就是市场处于一个停市状态啊，所以你如果介意这个状态，并且你确实是想在凌晨的开始交易的那一个时刻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你最好就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开始时间啊。我们看一下，在这里一笔多单啊。大家看啊，虽然我们
肉眼看到的它的信号是在这里啊，但是其实，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 ABCD 形态就已经形成了啊 ，ABCD 形态就已经形成了啊，并且我们这里为了避免它重复性的针对于同一个形态进行重复性的开仓，所以我们就只会，因为我们这里的逻辑啊，导致它只会在第一次发出这个形态满足形态的buy signal 的时候进场啊，因为我们只可能知道它第一次形成的，最后一次形成我们其实并没有逻辑可以判断得到啊，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啊，为什么我会加一个加仓系数啊，也是为了试图弥补一些点位上的劣势吧啊。好，还是这笔多单，这都是 ABCD 形态。这是一笔空单啊，加特利形态啊，它是在这根 K 线就满足的啊，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进行了一笔空单啊。我们止盈价位呢就是 TP1、TP2 或者 TP3啊，我的参数选择的是 TP3，止损的话就使用指标的这个止损啊。进场价位它会变，它会一直变，第一次跟你，也就是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进场价位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止损价位啊，不管你是在这里进场还是在这里进场，它的止损价位都是一样的，止损价位是确定的。好，这是我们的进场逻辑。进场逻辑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加仓啊计算一下。加仓逻辑就是，如果上一笔持仓是亏损的，那么我们下一笔交易进场的时候啊，我们的仓位管理上就可以稍微扩大一点啊。如果用户的这个 loss multiply 也就是增加系数等于1的话，代表用户并没有试图进行这个仓位手术上的管理啊，这个增加，所以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这个初始手术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要在这里调用的啊。好，那么其余情况就代表它是需要加仓的啊。需要加仓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是要获取一下上笔订单的一个盈利情况啊，包括上一笔订单的这个手术啊。默认值给个0，然后是我们调用这个 history select 啊，因为我们要先获取到它的历史持仓啊才可以啊。TORI history select 它有2个参数啊，一个是我们的开始时间，一个是获取的结束时间啊。当前时间减去50乘60再乘24再乘以100啊，这代表的写一个变量用来存储吧。这个代表的就是前100天。相对来说，我这里给的值比较大啊，其实前面10天就可以了啊。这个要根据你的这个做单的频率来啊，但是平均来说，你10天有一笔交易不过分吧？所以，但是为了避免一些极端情况，我就写一个100啊。Start， 然后它还需要一个变量，就是我们的 end 的截止时间。我这变量命名比较随意啊，截止时间就是加的话，加个1天。好，Total deals 总共有多少笔订单记录 ？History deals total。把它定一个
做循环，倒序吧。倒序吧，那就是 i 大于等于0，然后 i 减减。因为我们要获取最后一笔啊，所以我们直接采用这个倒序的方式，它会更好一点啊。首先是判断一下我们的这个 deal ticket 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订单。History deal get ticket 传入 i 啊。那么这个括号里面，我们是一种简写啊。首先是调用这个 history deal get ticket 获取我们这个 ticket 的这个ID 啊，获取它的 ID 啊，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判断啊，这个 ID 是否小于等于0啊。如果小于等于0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continue 啊，那么代表它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持仓类的订单啊。我们再判断一下，使用 deal info 点 select。看它这个 ID 是不是能够啊，这个 index 是不是能够选择成功啊，选中成功啊？如果不能的话，取反就是不能啊，不能的话，我们直接给它这个 continue 啊，就让它执行下一个循环啊。然后还需要判断一下这个 symbol。因为你这个历史持仓有很多订单，它不一定是属于你这个页的，有可能是其他页，所以你最好进行一个magic number， 包括这个 symbol 进行一个判断。其实判断，如果你的这个 magic number 设置的都是唯一的话，那么你直接只判断这个magic number 即可啊。GNC， 然后再判断一下，因为我们只有平仓之后才能知道它具体的盈亏情况，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deal 的方向啊。它方向必须等于我们的必须等于我们的 out， 也就代表平仓啊。好，如果全部满足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到最后一笔的 profit， 它的持仓的盈利情况、盈亏情况，包括它的 volume 是多少，也就它的手数是多少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获取到了最后一笔持仓的情况，那么就可以计算我们这一单的这个手数了啊。首先是定义。一个 lots 给它赋值为初始手数啊，让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last profit 是小于0的啊，也就代表是一笔亏损的交易，那么我们的这个 lot 就等于 last volume 乘以我们这个加仓的系数，OK，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还要再判断一下啊，因为你这里有这个乘积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计算出来的手数是这样的啊，既不满足最小的手数要求，并且你这个四舍五入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下啊。好啊，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数值的处理方面，这是经常使用到的，所以我就直接粘过来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是获取这个你所交易的这个平台要求的最小手数要求啊，然后这行的话就是确定一下我们这个手数的精度啊，是保留几位小数啊。如果最小手数是 0.01 的话，那么代表我们最多这个手数的这个小数位数是3位啊，否则的就是2位啊。然后这个函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规范化啊。首先，它是根据你这传入的这个精度来的啊。比如说我使用这个 IC 的话，它大概率啊，它肯定就是这个2啊。那么10的2次方就是100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比如说你的下单手数是0.123啊，0.123的话，那么你就是乘以这个100啊，变成0.12，然后0.12再也就是乘以100再除以100啊，也就是让它的这个具体的数值啊恢复到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精度啊，然后再使用这个来进行一个向上取整啊。好，然后我们就 return 这个 lot 就可以了。到此应该全部代码都结束了啊。好，我们来测试一下啊。0.1、1.5啊，可以。好，计算方便了，我们设置成为2吧，这样比较容易看出来。好，我们还是 debug 模式。上一笔，哎，这是下的0.01啊，我们等它走完啊。这里是下了一个0.01，然后它是处于一个亏损，虽然亏的非常少，因为我这里是使用的0.01手啊，但是肯定是一个亏损。亏损的话，那么它下一笔就是0.02，因为我们这里写的增加系数是2，但是它这里跟我们跟大多数印象中的这个马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止损每次都是不一样的点数，但是我们的初始手数是固定的，所以它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马丁的那么可怕啊。好，功能上没问题啊。好，功能上没问题的话，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大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啊，加速一下。那么针对于不同的这个交易品种来说啊，因为它这里面有7种不同的这个斜波模式啊，不同的这个价格形态啊，所以具体到每一个品种啊，我个人认为它所需要的这些形态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有些形态可能适合某些品种啊，有些可能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我在这个奥美上的测试的话，它有些形态就不太适合，比如这个蝴蝶形态就不太适合，我们就给它设置成这个 false 啊，包括这里的这应该是螃蟹形态和这个鲨鱼形态都不适合，我们就给它设置成为 false 啊。经典的这个佳丽形态还是适合的啊。好，总算是回测完了。因为策略它需要依赖于这个指标啊，但是这个指标啊，可想而知它背后的这个计算的原理，反正这个指标运行起来很慢啊，导致我也不是很想在这上面做更多的这个回溯测试啊，因为真的很慢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这里，就运行了这么一个品种啊，虽然是因为我有这个图表模式啊，但是它确实也还是有点慢，这都5分钟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自己感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去做相应的回测吧。我这里就不再做过多的测试了，有点浪费时间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全部内容啊。感兴趣的同学自己可以动手去尝试一下啊，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修改。好，那么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